1863年11月19日，格底斯堡战役结束4个多月后，亚伯拉罕·林肯站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片墓地上。这位美国总统身材高大，却略显憔悴。他面对着数千名等待的听众，准备发表一篇演讲。当时，美国内战正处于关键时刻，国家分裂，人民痛苦。林肯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抨击南方邦联，宣扬北方的正义，或者展示自己的雄辩才华。然而，他选择了另一条路。林肯的格底斯堡演讲只有272个字，却成为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讲之一。他没有谈论敌人的邪恶，没有宣扬自己的功绩，而是将焦点放在了人民的、由人民组成的、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这一理念上。他的语言简洁而有力，没有一丝刻薄或自我标榜，而是将荣誉归于那些为国家献出生命的士兵。这短短的演讲展现了林肯非凡的智慧，在语言上利他，在行动上坚定。他明白，真正的强者不需要通过言语贬低他人来彰显自己的力量，而是通过提升他人，最终成就自己的伟大。林肯的这种处世哲学，正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质量：语言上的利他与行为上的自洽。这种质量不仅仅是一种社交技巧，更是一种内心强大的表现。真正聪明的人，从来不会在语言上图一时之快，他们深刻理解语言存在的2大现实意义：提供情绪价值或交换信息。他们在言语上精准拿捏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事态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。与之相反，大多数人却把语言当成捍卫自尊的武器，一张嘴就散发负能量，言语中充满刻薄，试图通过伤害他人来展示自己的强大，却恰恰暴露了内心的自卑。法国作家伏尔泰曾说，言语是思想的画像，如果画像丑陋，那么思想也不会美丽。这句金句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一个人的言语方式往往反映了他内心的状态。查尔斯·狄更斯这位19世纪英国文学巨匠，出身贫寒，童年经历了债务监狱的痛苦。然而，当他成为举世闻名的作家后，他并没有用刻薄的语言来报复那些曾经轻视他的人。相反，他通过《双城记》、《大卫》、《科波菲尔》等作品，以温暖而富有同情心的笔触描绘了社会底层的生活，唤起了上流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。狄更斯的童年充满了艰辛，他的父亲因债务问题被关进监狱，年仅12岁的狄更斯被迫在一家鞋油工厂工作，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，仅仅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生计。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，也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素材。当狄更斯成名后，他本可以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来描述那些曾经欺负过他的人，或者用愤怒的笔调来控诉社会的不公。然而，他选择了一种更为温和而有力的方式，通过生动的故事和丰满的人物形象，唤起读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。狄更斯曾写道，善良的语言如同一棵树的花朵，善良的行为则是它的果实。他用自己的作品和行动证明，真正的强者不是通过言语的锋利来伤害他人，而是通过语言的温暖来改变世界。在《圣诞颂歌》中，狄更斯塑造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守财奴斯克鲁奇。通过幽灵的引导，他最终认识到了
金钱的有限价值和人情的无限温暖。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圣诞节的童话，更是狄更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和对人性光明面的歌颂。狄更斯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的文学才华，更在于他能够用温暖而有力的语言来触动读者的心灵。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的批判，但他从不以愤怒或仇恨的方式表达，而是通过生动的故事和丰富的人物形象，让读者自然而然地产生共鸣和思考。这种语言上利他、行为上利己的处世之道，并非虚伪或伪善，相反，它是一种高度自洽的生存智慧。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，真正的强者不是征服他人，而是赢得他人。当你在语言上给予他人尊重和温暖，你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创造一个更有利的社交环境和人际网络。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强调，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，而这些目的往往是为了满足归属感和价值感的需求。当我们通过语言给予他人尊重和认可时，我们不仅满足了他人的这些需求，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交环境。在现代商业世界中，我们也能看到这种智慧的体现。亚马逊创始人杰夫·贝索斯以客户至上的理念闻名。他常说，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客户身上，客户会为你建立品牌。这种看似利他的理念，最终成就了亚马逊的商业帝国。贝索斯的商业哲学核心就是客户至上。在亚马逊的早期，他就坚持将客户体验放在首位，即使这可能在短期内损害公司的利润。例如，亚马逊的一键下单专利技术大大简化了客户的购物流程。亚马逊的评论系统允许客户发表负面评价，这在当时的电子商务领域是不可思议的。贝索斯在公开场合从不贬低竞争对手，而是专注于如何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。这种语言上的利他态度，恰恰成为了他商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。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竞争对手时，贝索斯常说，我们不关注竞争对手，我们关注客户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孔子的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和老子的上善若水，都体现了这种利他的智慧。水滋养万物而不争，却能够穿石破山。这正是语言上利他的最高境界，不争一时口舌之快，却能成就持久的影响力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水是世间最柔软的物质，却能穿透最坚硬的石头。水总是流向最低处，却能滋养万物生长。这种不争的智慧，正是语言上利他的最高境界。当我们放下争胜的执念，专注于如何通过语言给予他人价值和帮助时，我们反而能够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成就。孔子提倡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不仅是一种道德准则，更是一种高度自洽的处世智慧。当我们在语言上尊重他人，避免伤害性的言论时，我们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人际环境。孔子的弟子们记录下他的言行，形成了《论语》。这本书中充满了关于如何正确使用语言的智慧。例如，巧言令色。先一人警示我们不要用花言巧语来掩饰内心的不诚。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，告诫我们要谨慎言语，勤于行动。回到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那些真正拿到结果的人，
往往都是待人宽厚的，身上没什么戾气，待人接物总是让人如沐春风。他们不是没有棱角，而是懂得何时展示，何时收敛。这与讨好型人格完全不同。讨好型人格是通过委屈自己，让渡自身的感受来维系关系，而真正的利他处事法则，则是来源于内心的强大和自信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虽然以强硬著称，但他在外交场合却极少使用咄咄逼人的语言。他曾说，外交不是一场战争，而是一门艺术，目的是在不伤害对方自尊的前提下，实现自己的目标星号。这种语言上的克制和尊重，使他能够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游刃有余。基辛格在1971年秘密访华，为中美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。在这次历史性的访问中，他面对的是与美国有着深刻意识形态分歧的中国领导人。然而，他没有使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进行交流，而是专注于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。他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，用平等和尊重的语言进行沟通，最终促成了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和中美关系的突破性进展。基辛格的外交智慧不仅体现在他的战略思维上，更体现在他的语言艺术上。他懂得如何在不损害对方尊严的前提下，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要求。这种语言上的利他，恰恰成为了他外交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。一切的利他，本质上都是利己，这是亘古不变的人性定律。清醒的人在这个世界的生存逻辑，是找出普世规律，用第一性原理分析周遭的一切，从而让自己活得更好。人不必为利己这种需求感到羞耻。成年人摆脱拧巴的最好方式，就是坦率和自己的欲望和解，接纳自己是一个多面的人。心理学家荣格提出，我们不是通过仰望光明而得救，而是通过正视内心的黑暗。这句金句道出了自我接纳的重要性。只有接纳自己的欲望和需求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人，进而在语言上表达出真诚的关怀。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强调个体化的过程，即人格的整合和完善。这个过程需要我们正视并接纳自己的阴影部分，即那些被压抑的、不被社会认可的欲望和情感。当我们能够接纳自己的全部，包括光明和黑暗的部分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人，进而在语言上表达出真诚的关怀和尊重。荣格认为，每个人都有人格面具，即我们在社会中展示的形象。这个面具是必要的，但如果我们过度认同这个面具，忽视了内心的真实需求，就会导致心理的不平衡和不健康。真正的强大来自于内心的自洽和整合，而不是外在的伪装和压抑。在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心理利己主义，意思是人类做任何事情的本质都是为了自己痛快。这不是自私，而是一种自洽的生存逻辑。人是社会性动物，最擅长的就是在与外界的交换中各取所需。你想要的和别人能给的，如果能一拍即合，则关系就得以共存。物理学家理查德·费曼曾说，第一个被骗的人是你自己。如果我们不能诚实面对自己的需求和动机，我们就无法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保持真诚。语言上的利他必须建立在对自己真实需求的认知基础上，否则就会变成虚伪的讨好。费曼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，他不仅在科学上有卓越的成就，
还以其直率和幽默的性格闻名。他强调诚实和清晰的思考，认为科学家最重要的质量就是不欺骗自己。这种对自我诚实的态度，同样适用于我们的日常交流和人际关系。费曼在他的自传《别闹了，费曼先生》中分享了许多生动的故事，展示了他如何通过直率而幽默的语言方式，在各种场合中脱颖而出。他不是通过刻薄或傲慢来展示自己的聪明，而是通过清晰、诚实和幽默的表达，赢得了同行和学生的尊重和喜爱。所谓的利己思维，不是一味的只考虑自己，不考虑别人。这种竭泽而渔的功利性反而会让自己越走越窄。成熟的利己指的是确保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，兼顾外界各方面的平衡。这也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得懂得挑选合作对象，大家一起共事能够产生共赢的效果，这样才能一起把蛋糕做大，才构成利他的前提。在《孙子兵法》中有云：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真正的智者，不是通过正面冲突取胜，而是通过策略和智慧让对方心服口服。这种思想在现代商业谈判和人际交往中依然适用，不是通过言语的锋利击败对方，而是通过语言的艺术赢得对方的认同和支持。《孙子兵法》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军事著作，其中的智慧不仅适用于军事领域，也适用于现代的商业竞争和人际交往。不战而屈人之兵强调的是通过策略和智慧，在不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，让对方屈服或认同。这种思想在语言交流中尤为重要，不是通过言语的攻击和贬低来打败对方，而是通过理解、尊重和巧妙的表达，让对方自然而然地接受你的观点或建议。在现代商业谈判中，最成功的谈判者往往不是那些咄咄逼人、强硬不让的人，而是那些能够理解对方需求，找到共同利益点，并通过巧妙的语言表达来达成协议的人。这种语言上的利他，恰恰是最有效的利己策略。外圆内方是一种智慧，你可以内在有棱角，但不需要急切地对外证明，毕竟用棱角刮伤别人不算什么本事。相反，你能通过圆融的方式激发周围人的善意和托举，才是一种真正聪明的利己思维。中国著名演员孙俪和邓超的婚姻就是这种智慧的体现。邓超在公开场合常常自嘲，表现得风趣幽默，而在谈到妻子时总是充满赞美和尊重。这种语言上的谦逊和利他，不仅赢得了公众的好感，也维系了他们婚姻的和谐。邓超曾在一次采访中说：我和丽姐的相处之道就是，我负责逗她笑，她负责给我指明方向。这种轻松而充满智慧的表达，展现了他在语言上的高情商。邓超和孙俪的婚姻被许多人视为娱乐圈的模范。在公开场合，邓超总是以幽默和自嘲的方式谈论自己，而对妻子则充满了赞美和尊重。例如，他曾在一个颁奖典礼上说：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孙俪，她是我的指路明灯，没有她，我可能还在演一些不知所云的角色。这种语言上的谦逊和对妻子的尊重，不仅赢得了公众的好感，也维系了他们婚姻的和谐。邓超在社交媒体上也经常分享他和孙俪的日常生活，但他从不以晒恩爱的方式展示，而是通过幽默和温情的语言，
展现他们的相处之道。这种语言上的艺术，使他成为了公众眼中的好丈夫形象，也为他的事业带来了正面的影响。一个人真正高情商的表现，不是通过牺牲自己的感受来照亮别人，这种状态是拧巴的。真正的高情商是你先认清自己的需求和底线，但懂得站在对方的立场，从对方的利点出发去陈述利害关系，态度温和，从而轻松说服他人。与之对应的，现实里很多低情商的人，要么拼命委屈自己，无意中塑造了自己老好人的形象，导致得不到别人的尊重；要么是拼命展示力气，语言上说狠话，但行动上节节败退，把身边人都推得很远。这就是典型的外方内圆，内心不够笃定自洽，外在不够柔和委婉，导致人际关系越来越差。美国心理学家卡尔·罗杰斯说，当我接纳自己，我就能改变自己。只有先接纳自己的需求和情绪，我们才能真正在语言上表达出对他人的尊重和理解。罗杰斯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，他提出的来访者中心疗法，强调治疗师对来访者的无条件积极关注、同理心和真诚。这种治疗方法的核心理念是，当一个人感受到被完全接纳和理解时，他才能够开始改变自己。这一理念同样适用于我们的日常交流。当我们能够真诚地接纳自己，包括我们的需求、情绪和不完美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接纳他人，进而在语言上表达出真诚的尊重和关怀。罗杰斯认为，许多心理问题的根源在于自我概念与经验之间的不一致。当我们无法接纳自己的某些部分，试图压抑或否认它们时，就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和痛苦。只有当我们能够诚实面对并接纳自己的全部，包括那些可能不被社会认可的部分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成长和改变。当然，一个人想一下子从外方内圆的拧巴转变成外圆内方的通透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修炼和内在梳理的。你得先真诚地面对自己的感受，明确自己的需求，以自爱的角度去开展行动，你才会有稳固的内核。否则就大概率把握不好利他和利己之间的那个度。海明威在《老人与海》中写道，人可以被毁灭，但不能被打败。这句金句道出了内心强大的本质，即使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，依然保持内心的坚定和尊严。这种内心的强大，正是语言上利他的基础。《老人与海》讲述了一个名叫圣地亚哥的老渔夫，在连续84天没有捕到鱼的情况下，依然坚持出海，最终捕获了一条巨大的马林鱼的故事。虽然在返航的过程中，这条鱼被鲨鱼吃掉了大部分，只剩下一副骨架，但老人的精神却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。这个故事展现了人在逆境中的坚韧和尊严。正如海明威所说，人可以被毁灭，但不能被打败。海明威的写作风格以简洁有力著称，他的语言不华丽，但每一个词都有其精确的位置和作用。这种语言上的克制和精准，恰恰展现了他作为作家的强大和自信。他不需要通过华丽的辞藻来证明自己的才华，而是通过精准的表达，让读者感受到故事的力量和人物的灵魂。你只有先感觉到自己是愉悦的，有源源不断的电量和生命力，才有对外利他的本钱和资格，才能游刃有余地混迹于社会场。
就像飞机上的安全指示一样，你必须先给自己戴上氧气面罩，才能帮助他人。高维度的利他，才能撑起真正的野心。一个人能走到属于自己的高位，靠自己是很难的，因为从纯粹竞争的角度而言，一切行为和举动都是冲着挤压别人、升级自己去的。因此，这种处事策略往往会激发别人的嫉妒和恶意。善意和能量是会回流的，你对外表达出的利他性，哪怕最终是为了自己更好的发展，但这种往外投射的情感，最终也会以某种回报来到你身边。这个世界真正野心大的人，无一例外都明白，靠自己无法实现，靠自己也无法担住大财，所以只有汇合他人的好意和力量，才有可能成就更大的事业。这是一种智慧上的通达。微软创始人比尔·盖茨在公开场合几乎从不抨击竞争对手，即使是在与苹果的激烈竞争中。他曾说，成功不是看你击败了多少对手，而是看你帮助了多少人。这种语言上的宽容和利他，不仅塑造了他的公众形象，也为他后来的慈善事业奠定了基础。比尔·盖茨和史蒂夫·乔布斯是科技界的两大巨头，他们之间的竞争曾经非常激烈。然而，盖茨在公开场合从不贬低乔布斯或苹果，相反，他经常表达对乔布斯创新能力的钦佩。例如，在乔布斯去世后，盖茨发表声明说，对我来说，与史蒂夫共事是一种极大的荣幸。我们是这个行业的先驱，我们一起经历了个人计算机革命的起起落落。这种语言上的宽容和尊重，展现了盖茨作为领导者的格局和智慧。盖茨在退出微软的日常管理后，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慈善事业中。他和妻子梅琳达成立的比尔与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，致力于全球健康、教育和减贫工作。盖茨曾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越来越意识到，真正的成功不是看你积累了多少财富，而是看你如何使用这些财富来帮助他人。这种从竞争思维到利他思维的转变，不仅体现在他的行动上，也体现在他的语言表达上。和小聪明不同，一个有点小聪明的人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厌蠢，无法接纳身边不如自己的人，甚至有意无意流露出贬低和轻视。这看似精明，实则很愚蠢，因为他永远在积攒身边人的恶意，内心容不下别人。这种恶意最终就会把他给反噬。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其实都有独属于自身的价值，每个人的天赋点、擅长、热情也都不同。如果从单一维度去论，很容易就会陷入功利主义的评判标准里，从而导致误判。但是德行很高的人其实是脱离这个层面去待人接物的，他们容人的能力从来不依靠数层面的判断，而是以道修心。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说，井蛙不可以语于海，夏虫不可以语于冰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每个人的认知和经验都是有限的，我们不应该用自己的标准去轻视或贬低他人。真正的智者懂得欣赏和尊重每个人的独特价值。庄子的这句话出自《庄子·秋水》，原文是：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，居于虚也；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，笃于实也。意思是，井底之蛙不能与他谈论大海，因为他的眼界被井口所限制；夏天的昆虫不能与他谈论冰雪，
因为他的生命经验仅限于夏季。这句话深刻揭示了认知的局限性。每个人的认知和经验都是有限的，我们不应该用自己的标准去轻视或贬低他人。庄子提倡的逍遥游思想，强调的是一种超越自我局限、融入大道的境界。在这种境界中，人不再执着于个人的得失和荣辱，而是能够欣赏和尊重万物的独特价值。这种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和实践语言上的利他，有着深刻的启示。当我们能够超越自我的局限，真正理解和尊重他人的独特价值时，我们的语言自然而然地会表现出包容和尊重。人混迹于这个江湖，你当然可以挑别人各种各样的不好与不堪，但换种思路，你也可以选择包容对方的节奏，利他待人，延续着这套标准，最终你的所有利他其实也都汇聚成了强大的利己，反馈到你身上。回到我们开篇提到的林肯，他在内战期间面对的不仅是军事上的挑战，还有政治上的压力和个人的悲剧。他的儿子威利在白宫去世，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中，他依然保持着语言上的宽容和理解。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，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：对任何人都不怀恨意，对所有人都满怀仁爱。这种语言上的宽容和利他，不仅帮助他赢得了战争，也为美国的重建奠定了基础。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之一，它展现了林肯作为领导者的宽容和远见。在演说中，他没有谴责南方邦联或宣扬北方的正义，而是将内战视为上帝对整个国家的惩罚，因为美国容忍了奴隶制这一罪恶。他呼吁全国人民带着对任何人都不怀恨意，对所有人都满怀仁爱的精神，共同努力完成我们面前的工作，即结束战争，治愈国家的创伤，照顾战争中的伤亡者及其家属，实现持久的和平。这种语言上的宽容和利他，不是出于软弱或妥协，而是源于林肯内心的强大和远见。他明白，只有通过宽容和理解，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和解。这种智慧在今天的世界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无论是职场、家庭还是社交场合，我们都可以尝试践行这种语言上利他、行为上利己的智慧。这不是虚伪，而是一种高度自洽的生存之道。当你在语言上给予他人尊重和温暖，你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创造一个更有利的环境和人际网络。正如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，当一个人实现了自我超越，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关心他人的福祉。这种关心不是出于道德压力，而是源于内心的丰盈和强大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心理学中最著名的理论之一。他将人的需求分为5个层次：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社交需求、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。在后来的研究中，马斯洛又增加了第6个层次：自我超越需求。自我超越是指个体超越自我中心，关注更广泛的世界和他人福祉的需求。马斯洛认为，只有当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，他才能够关注更高层次的需求。同样，只有当一个人实现了自我实现，即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潜能，他才能够达到自我超越的境界。在这个境界中，个体不再仅仅关注自己的需求和利益，而是自然而然地
关心他人和整个社会的福祉。这种自我超越的境界，正是语言上利他的最高境界，不是出于道德压力或社交需要，而是源于内心的丰盈和强大，自然而然地在语言上表达出对他人的尊重和关怀。语言的力量远超我们的想象，一句温暖的话语可以点亮一个人的一天，一句刻薄的评论可能会伤害一个人很长时间。当我们选择在语言上利他，我们不仅是在帮助他人，也是在塑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，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语言已经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工具之一。通过社交媒体、实时通讯工具，我们的言论可以瞬间传播到世界各地，这使得语言上的利他变得更加重要。你的一句话可能影响的不仅是面前的人，还有可能看到这句话的无数陌生人。最后，让我们记住，真正的强者不争舌尖上的胜利，不打嘴仗，而是只看利益。这样的人在关键时刻可以示弱，以退为进，在言语上不断利他，但行为上总是一如既往的利己。说白了，就是拎得清，内心无比明确自己的为人处事原则和人生打法，对自己想要的目标无比清晰，不内耗，不自我攻击。正如林肯在格底斯堡演讲的结尾所说，这个国家在上帝的庇佑下，应当获得自由的新生，而且人民的、由人民组成的、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应当永世长存。这种语言上的利他与行为上的坚定，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追求的处世之道。在你的生活中，尝试用温暖而有力的语言与他人交流，你会发现，这不仅能帮助你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，还能让你内心更加强大和平静。因为真正的强大，不是来自于打败他人，而是来自于赢得他人的尊重和支持。语言上的利他，行为上的利己，这不是矛盾，而是一种高度自洽的生存智慧。愿我们都能在这条智慧之路上走得更远，活得更好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